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哲学，这是一个既古老又充满智慧的话题。你也许会问，哲学是不是离我们很远？是不是只有大学教授才懂？其实不是，哲学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哲学是思考人生的学问。比如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活着？怎么做才是一个好人？我应该怎样面对困难？我该选择追求什么？这些问题就是哲学在问的问题。中国哲学是和古希腊、古印度哲学并列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之一。早在2500年前，也就是古希腊哲学诞生的同时，中国大地上也涌现出许多充满智慧的思想家，开始系统性地探索这些问题。他们写下了自己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瑰宝。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西方哲学传统更侧重于运用逻辑分析和辩论来探求世界的本质和真理，而中国哲学的主流则更关注于生活实践、道德修养和内在的生命体验。其核心问题往往是：人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实现更好的生命状态和意义？他尤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今天我们要重点介绍3个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早期哲学流派：儒家、道家、墨家。这3家思想风格各异，甚至有过争论，但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财富。儒家，重责任，讲道德，兴教育。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生活在春秋时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实践并倡导有教无类、教育不分贵贱的理念，并善于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导，后世概括为因材施教。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2个字：仁和礼。仁是对他人的爱、关心和尊重。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句话简洁而深刻，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怀爱心，关心他人，尤其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学会换位思考，互相体谅。礼是社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包括尊敬父母师长，遵守社会秩序，注重仪式和礼貌。比如在家讲孝，在校讲尊师，在社会上讲诚信，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儒家极其重视教育。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只学习不思考会迷失方向，只思考不学习也容易出错。他鼓励学生要学思结合，不断精进。儒家还推崇君子人格。君子不是指有钱或有势的人，而是指有修养、讲道德、有责任感的人。他们诚信正直，不贪小利，不行不义之事。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的价值依然闪耀。例如尊重师长，重视家庭伦理，讲究诚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些传统观念在很多亚洲社会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道家，法道自然，求心灵自由。第2个流派是道家，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如果说儒家强调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那么道家则倡导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轻松自在。老子的代表作是《道德经》，这部仅5000余言的著作，却是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经典之一。他提出道法自然，意指宇宙万物自有其运行法则，人不应过分强求执着，而应学会顺其自然。老子常以水为喻，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最高的德性如同水一般，默默滋养万物而不争强好胜。水看似柔弱，却能穿透坚实，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更加强调自由和无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强求、不妄为、不拘泥。他用许多生动的寓言阐述哲理，比如著名的庄周梦蝶。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醒来后竟疑惑，究竟是庄子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子？庄子想表达的是，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并非绝对，不必过分执着于眼前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超脱、宁静、自由的心灵。道家哲学对生活在快节奏、高压力下的现代人尤为有益，它启示我们学会慢下来，放松紧绷的神经，接纳不完美，从而在纷扰中寻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3. 墨家倡平等、反战争、行兼爱。第3个介绍的是墨家，其创始人是墨子，生活年代与孔子相近。他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实干家。墨子最核心的主张是兼爱，即平等地爱所有人，不分亲疏贵贱、地域远近。他反对儒家那种由亲及疏、有差等的爱。他认为爱不应仅限于家人朋友，还应推及陌生人，乃至在和平的意义上不怀恶意地对待他人。墨子还大力提倡非攻，即反对侵略战争。目睹当时诸侯国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他认为战争是极大的不义。他主张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保护弱者，反对恃强凌弱。与道家不同，墨家极其注重使用技术和逻辑推理。他们在光学、力学、几何学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并精于制造守城器械和设计防御系统，其工程技术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他们还强烈反对浪费，主张节约用度，特别反对奢侈的丧葬，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反对不劳而获和奢靡之风。虽然墨家在秦汉以后影响力逐渐变小，但其思想在当代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他所倡导的社会公平、和平主义、普遍关爱等理念，与许多现代价值观高度契合，而这些思想火花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迸发。4. 中国哲学给我们的启示。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儒家启示我们，做人要讲责任，有仁爱之心，重修养，懂得尊敬他人，并终身学习。道家启示我们，要效法自然，懂得放下执着，保持内心的自由与平和。墨家启示我们，要追求平等博爱，反对暴力不义，并运用智慧与实干改善社会。儒家、道家和墨家
作为中国思想源头的三大重要流派，虽然观点各异，甚至有过交锋，但他们从不同的维度深刻探索了人生与社会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如同不同色彩的光芒，共同汇聚成璀璨的中华智慧宝库，深远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处世之道。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智慧并非尘封的古董，它们其实常常自然地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选择中。当你尊敬老师，重视道德，孝敬父母，坚守诚信时，你身上体现着儒家精神的熏陶。当你面对压力懂得调整心态，顺应变化，不强求完美时，你或许正在运用道家的智慧。当你向陌生人伸出援手，关心社会弱势群体，践行节约环保时，你行动的背后闪烁着墨家理想的光芒。中国哲学的真谛不在于死记硬背，而在于体悟和践行。它如同一部指引人生的智慧典籍，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方向与力量。5. 结语：哲学即生活，思考即成长。同学们，今天我们初步了解了中国哲学中儒道墨三家的核心思想。它们诞生于遥远的古代，但其蕴含的智慧光芒依然能照亮我们今天的道路。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思维方式。当你开始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我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些问题时，你就已经踏上了哲学探索的旅程。请不要畏惧哲学，也不要觉得它高不可攀。哲学并非深奥难懂的学问，它就蕴藏在你的生活态度中。下次当你遇到困惑、挑战或需要做出抉择时，不妨试着问问自己：孔子会如何教导？老子会如何开解？墨子会如何行动？这些跨越时空的智者，或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如果您看到这里，我想对您说，谢谢您，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再见。